原来黑暗浮士德也会闪红灯，那浮士德为什么会用自己的身体救下孤门？如果说上一集是揭开粒子悲剧的真相，那本集就是将这份悲剧推向无法挽回的终点。这不仅是黑暗浮士德的落幕时刻，以及粒子故事的完结，也是对孤门真正试炼的开始。在上一集中，西条子根据信号源已经找到了沟吕木，曾经两人的关系相当于是恋人，沟吕木还是西条子的副队长。至于他为何会变成这样，这个后续会讲到。此时的沟吕木视生命为草芥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，将粒子一家4口杀害，并将粒子做成人偶，就已经不能原谅了。他甚至告知西条子，这是他设计的游戏。ゲーム？ああ。俺は今楽しい遊びをしている最中なのさ。就当西条子向沟吕木发起攻击时，沟吕木轻松挡下，并用手上的黑暗进化者进行反击。这也是沟吕木的变身道具，兼具着势能者能源爆破枪的攻击能力。在西条子翻身的一刹那，沟吕木已经消失在了原地。此时的孤门沉寂在悲伤之中，完全没发觉异生兽已经悄悄附身在他身上。同时，粒子一家被杀害的场景印刻在了孤门的脑海之中，但他并没有看到粒子被害的画面。也就在此时，手上的通讯器收到了紧急出动的命令。孤门以为关系到粒子的安危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出发了。然而在孤门前往目的地途中时，沟吕木的声音在孤门耳边响起。お前のせいで最大利害が消える。お前と出会ったせいであの女の家族が消えた。そして次にあの女自身も。黙れ！そんな嘘だ！嘘だ！而在另一边，夜袭队按照预知者的指挥下来到了异生兽震动波的地点，但没想到这是沟吕木设下的游戏，完全骗过了夜袭队和预知者。此时孤门开着车，居然遇到了和加入夜袭队时一模一样的场景。一辆巴士停靠在前方，孤门来到巴士后，看着照片上失去生命的一家4口被当作意外事故处理，又结合心爱之人粒子一家的遭遇，心中的愤怒油然而生。此时孤门发现一只异生兽突然出现在身后，他拿起手中的武器，朝着异生兽疯狂开火，来宣泄着对于隐瞒真相的愤怒，以及对于异生兽的仇恨。孤门甚至一路追击着异生兽来到密林之中，发誓要将这些异生兽全都消灭。此刻的孤门陷入了癫狂之中。殊不知，这全都是附身的异生兽，吸收了孤门的仇恨和愤怒所带给他的幻想，一旦深陷其中，将会永远的堕入黑暗。这时，基石准及时出现在了孤门身前，呼喊着孤门不要被仇恨、愤怒所支配。然而，已经癫狂的孤门将枪口对准了基石准，随着基石准的一发光线，直接将孤门体内的异生兽剥离，并直接消灭。孤门也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可就在两人交谈之际，粒子在旁边突然出现。孤门看到粒子后喜出望外，他庆幸着粒子还活着。然而，粒子的思想已经渐渐被浮士德吞噬，并告诉了孤门事情的真相。モー君のせいで殺されたの。さっきも言っただろ。お前と出会ってから私は殺された。操る人形として利用されるために。只见粒子化身成为了黑暗浮士德，这让孤门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此时基石准也立刻变身奈克瑟斯迎战浮士德，而在暗处的沟吕木则观察着两方的战斗。始めようぜ。在两者的互相攻防中，奈克瑟斯幼年形态下也能够完成对浮士德的压制。很显然，奈克瑟斯是在不断的战斗中不断进化成长的。随后，奈克瑟斯化身为红色青年形态，并再次施展梅塔领域。但黑暗浮士德再次利用自己的黑暗力量，将梅塔领域染成了黑暗领域，击超了算是。而孤门也一同被卷入了领域之中，两者的战斗再次展开。互相的这一拳直接将对方打懵了。在双方缓过神之后，奈克瑟斯连续施展粒子剃刀，但都被浮士德灵巧躲过。就想再次释放之时，却发现孤门正巧站在浮士德的身后，这也让奈克瑟斯停下了手中的攻击。但浮士德趁机发射光线，直接命中了奈克瑟斯。随后，浮士德乘胜来到奈克瑟斯身后，用手臂将奈克瑟斯牢牢钳制住，并开始吸取奈克瑟斯体内的能量。这也是沟吕木的既定计划，就是夺取奈克瑟斯的光芒。随着能量的流失，奈克瑟斯的计时器也开始闪烁。孤门望着这一幕，回想起与粒子的点点滴滴，呼喊着粒子赶紧住手。子弹的碰撞声使浮士德缓缓望向了孤门。浮士德和孤门四目相望，浮士德也因此停止了光线的吸收。粒子的记忆在此刻苏醒。リコ。
在旁边观察的沟吕木眼看计划有变，直接将异生兽诺斯菲尔召唤了出来。他缓缓地走向孤门，即使奈克瑟斯发射光线阻止，也依然没能让其停下脚步。在沟吕木的授意下，异生兽将利爪对准了孤门，也就发生了浮士德为了救孤门，挡下了异生兽的致命一击。就在异生兽再次发起攻击的时候，奈克瑟斯再次站了出来，在一把将异生兽甩开之后，立刻施展十字风暴，异生兽也终于被击败。战斗结束之后，生命垂危的栗子躺在孤门的怀中，异生兽的这一击直接刺中了心脏，此刻已经是最后的道別了。私、後悔なんてしてないよ。ゴム君と出会えたこと、後悔なんてしてない。最终，栗子的生命在孤门怀中逝去，身体化作了光芒，消散在了天地之间。这里也可以看出，黑暗浮士德虽然作为一个黑暗奥特曼，但能量形式都是光粒子的。本集也在孤门的悲伤中迎来了结束。栗子的遭遇可以说是本剧中最令人惋惜心碎的。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里，他都是活在谎言之中，但他对于孤门的爱是真实的。也正因为这份爱，在最后救了孤门一命。这也让我们知道，黑暗并非总是邪恶，光明也未必纯粹。从整体剧情上看，栗子的存在和消逝都是为了推动主角孤门的成长。那他是什么时候，又为什么被沟吕木杀害的呢？我们接下来也会说到。而原本的孤门完全是把栗子当作心中的一个念想，是他的精神支柱，让他能够在夜袭队中努力工作着。而如今失去栗子之后，也失去了对这份工作的热情。然而沟吕木已将目标对准了孤门，后续故事会如何发展？我们下集再见。